把谁守着家人，凭思念洒。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与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观堂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。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。就让那雨在下，吹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谁？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还有谁啊？哇，原来你打人可以这么狠的啊！哇，痛死了，差点被他打断。我还以为是那个丑男人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在我背后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。他还脱裤子嘛？他这里有毛病的，他喜欢跟在女人后面，来到这个巷子就脱裤子给女人看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一时忘了行不行？我现在不是赶来了吗？我的手差点被你打得像猪手一样。对不起啊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跟着我啊？我怕那个神经病呢又跳出来吓你。那我就打他。哦，既然你那么厉害，那我就可以省点力气了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那个神经病的，除了脱裤之外，还会做出一些更恶心的事。胡佳，怎么啦？你就送我到路口吧，麻烦你了。哈哈哈哈！谁叫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爱乐于助人。来，走吧。你不用送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一下要我送，一下要我走。谁叫你老盯着我看？喂喂，你脑袋后面长眼睛的，怎么知道我盯着你看的？总之，我觉得不舒服就对了。你讲不讲理呀？走路不是往前看的吗？难道是？啊，我知道，你走路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？你不往上看，往下看总行吧？你真的很烦哎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再看你屁股一眼的话，我双眼就瞎了，这样行吗？那我现在走在你前面，可以了吧？我，放手！快放开他！你这个神经病！你以后看到女孩子再乱脱裤的话，我就扭断你手指！放手啊！我听你屁股，你不用心软的。对付这种人啊，一定要狠狠惩罚他。还不放手！哦，喂，放手就放手啊，干嘛动手打人啊？是你，笨蛋律师，这是什么回事啊？
我什么我他的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4句话说完了。他来我家找我，我送他回家，突然杀出你这个大笨蛋律师，结果让我以为你是那乱脱裤的神经病。4句话就那么简单。你真的到他那里去了？你知道，我们见你那么迟没回家，大家都担心死了。回去再跟你解释吧，我们走吧。这流氓是不是在骚扰你、威胁你，对你意图不轨？喂，你说话小心一点啊！什么又骚扰的，又威胁的？我不是在跟你说话。他没有骚扰我，也没有威胁我，是堂学妹找我帮忙，去他那劝他走回正路。回家的途中被个男人骚扰，还好他及时赶来送我一程。听到了没有啊，大笨蛋律师？我是乐于助人呐。你会那么简单？哎，这样比你看出我不简单啊！果然是大笨蛋律师。没错，我的确是别有目的。我看上他行不行啊？你别胡说！什么胡说啊？我看上你不行吗？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？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这家伙！张燕，他是张燕。算了，别跟这种人计较，我们走吧。我要踢你屁股！什么这种人那种人的？你才是那种人呐！过桥抽板那种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嘴巴给我干净一点！你敢再纠缠他，我就对你不客气啊！哇，笨蛋律师，你恐吓我啊！偏偏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恐吓我的。我刚才跟你开玩笑，我对他没兴趣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兴致就来了。我现在正式告诉你，我纠缠定他了。你别听他胡言乱语了，走吧。哇，好臭啊，好臭啊！突然有一股臭牛屎味道扑鼻而来。喂，前面的小姐注意点啊！你是一朵鲜花，不要一不小心啊，插在旁边那堆的牛屎上啊！别理他了，张燕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张燕这小子，10多年不见，这家伙还是一副自以为是、叫人受不了的样子。看样子，他们2个是一对的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很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明慧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理睬那流氓，不然会被他拖累。还有，不要再跟这堂学妹来往，我看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你会一而再的相信一个卖糖水的，夜深人静，跟他去一个大流氓的家，为的竟然是劝他改过自新，真是太可笑了。你觉得我很无知，很可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你太善良了，容易被人利用，让那些别有居心的家伙有机可乘。那家伙是大流氓，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出。我自有主见。他虽然是个流氓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不好的事，相反的，他帮过我，帮过敏儿。而我，只想尽力帮助别人，不管他是个卖糖水的，是个流氓，还是身居高位者，我是不会被利用的，我也不会让别人有机可乘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被愚弄的人，我有自己的主见。我累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殖民地政府以为用高压手段就能够让我们屈服，他是大错特错了。现在
就是我们展开反扑、争取支持的重要关头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凝聚大家的力量，坚决地与殖民地政府战斗到底。罗星兄，我有一个提议。你说。我会鼓动工会罢工，反对政府对付老师，封闭学校，然后再制造骚乱，让政府展开另一轮的镇压行动，激化民众的不满，这样就可以让民众对殖民地政府的恨像遍地开花一样。好，我没有看错你，组织也没有看错你。这件事办完，我会推荐你加入我们，托予你重任。怎么了？你担心自己的安全？我一个人的生死得失，算不了什么。如果我是孑然一身的话，我了解。谁无父母？谁没有自己的家人？我已经2年没见到我的爱人。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孩子还不到1岁。现在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。我也是个人，有感情的人，有时候难免会动摇。但是，为了把这批英国人赶出这块土地，我这一点牺牲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了达成我们的使命，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，必须的。封闭学校，开除老师，那学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红毛政府恨不得这些学生早点回家去，所以之前才会下令学校提早放假，学生才不会聚在一起闹事。竟然封闭学校，不让学生读书，不是不让他们读书，是要读就读他们的书，要上就上他们办的学校。他们放屁啊！红毛人放的屁，比我们想多了。难道就让红毛乱放屁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当然不，所以我会号召工人罢工，反对殖民地政府的压制行动。到时还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我只是个帮会的大流氓，能帮你什么？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作用。不管是谁，都能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，为我们的孩子尽一份力。我哪有这么伟大？不过，为了朋友，我什么都干。我要让罢工行动变成一场骚乱，最好可以让警察采取镇压行动，打伤几个人，引起社会的注意。你要我跟警察对着干？我知道你很难做，但是一般人看到警察都怕，更别说要跟警察起正面冲突。如果红毛政府真的封闭学校、开除老师，那张敏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张敏是华文老师，肯定首当其冲。你和张敏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1954年513事件，导致48名学生被捕，其中33名妨碍警察罪名成立，当中7名被判监3个月。他们不服判决，决定上诉。同年9月，政府提出学校注册修正法案，准备对华校施行更严格管制，引起华人社群不满。总督列告爵士随之发表谈话，指政府无意接管华校。他随后再提出替代方案，同样得不到华社支持。这场有关华校命运的谈判，最终以失败收场了。今天过来，希望不会打扰到你们。不会，只要有酒喝、有肉吃，随时欢迎你。好了，哎，你爸爸真的很照顾你，很疼你。爆酱，
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不然过来请我喝酒。我们是来喝胜利酒的。胜利酒？没错，我们跟殖民地政府的斗争取得了胜利。红毛总督显然没有预料到，这一次审查教师、封闭学校的举动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对声浪。他肯定是大吃一惊，赶紧在立法议会上发表声明，说自己无意采取反华人华校的政策。什么立法议会？我这只耳朵听，这只耳朵出，有听没懂。你只需要听得懂，我们打了场胜仗，而且是漂亮的一仗，而你是大功臣之一。什么大功臣？一拳一腿都没出过，还算打仗？哎，不过酒还是要喝的。来，你跟你那班兄弟在罢工行动中制造骚乱，让警方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，犯了众怒。总督要不是见形势不利，会乖乖低头认错吗？管他认不认错，最重要是学生有书读。还有啊，张明姐姐可以回到学校教书。是啊，胡家弟弟。姐姐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弟弟，别乱来！弟弟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喂，站住！坐下来吃饭。站住！坐下来吃饭。哎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我们继续吃吧。这次帮那些被捕的学生请了女皇律师出庭，应该花费不少吧？对，花了3万块。3万块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老实说，我乍听之下也吓了一跳。但是罗欣眼睛眨也不眨，马上说没问题。他们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强大多了。罗欣说，只要有强而有力的后盾，要筹得3万块或更多的款项，根本不是问题。所谓强而有力的后盾，就是学生、工人、商家、受英文教育者、广大群众，甚至像胡家这种特殊分子，都要团结起来。你接近胡家是有目的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接近胡家是抱着你刚才说的目的吗？我们办每一件事都要有个目标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不喜欢利用人。你觉得我在利用胡家？我希望不是。我跟他算是不打不相识。那场架打得痛快，我喜欢那家伙。我想他也有把我当成朋友。朋友之间不就应该两肋插刀，不计得失吗？我有求于他，他二话不说就一口答应，这是在利用他吗？如果这样理解，那友情不是一文不值了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说。看来你对胡家还真的有几分姐弟情。我真的觉得他很像嘉儿，我跟他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胡家虽然草莽出身，但是讲义气、重感情，值得信任。以后如果有什么事，可以找他商量。为什么你突然说这样的话？我决定了，罗欣会推荐我加入他们。我很快就会见到罗欣的上级，
只要他一点头，我就会成为他们的成员。可是，你爸妈、明慧，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，因为你需要做出抉择。你也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。如果我被逮捕，也许会被监禁，而且是不知道刑期的监禁，也许会被驱逐出境，永远都不能再回来。所以你需要决定，留在我身边，但是要忍受担惊受怕的日子，还要面对未知的将来。或者，现在就离开我，追寻你自己的幸福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狠心，对我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宁愿狠心，也不会做不负责任的男人。我跟你，如果你坐牢，我等你；你被驱逐，我随你；你死了，我也不会跟别人。我这辈子只跟你一个。我跟 Stephen Chong 接触过了，但是他拒绝跟我谈价钱，说要亲自跟你见面。以杂志为记。你是 Stephen Chong？ 是啊。坐吧。你穿成这样子，我差点不认得了。果然是人靠衣装。不过，狼披上羊皮，还是狼。其实我早预料到是你了，但是，还是想亲自证实一下。但指头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希望你可以高抬贵手。你应该知道，林大头的案子已经过堂。我恐怕无能为力。你无能为力，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。你在福尔曼身上花了多少钱？2000。福尔曼真是饥不择食啊！他在女人身上花了太多钱了。对于你们这些包娼、包赌、包毒的黑帮来说，区区2000块，实在是太便宜你们了。你要多少？奇怪，怎么坐在那边整天一句话都不说？除了钱之外，你还得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来了吗？喂，不是叫你们睡着吧？大了吗？混蛋！你这吓死人的！
唐水妹，对不起。你干嘛莫名其妙的跟我说对不起啊？跟我走。去哪里？我知道你这阵子都很忙，应该很累吧？所以虽然今天休息，你也不用特地抽空来陪我的。工作重要，陪你吃饭一样重要啊！因为工作而忽略身边最重要的人，那是不可饶恕的。喂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啦？什么？蜜食姑娘假正经啊！来，进去。哇，你傻的你！什么傻？我们连觉都睡过了，还装什么纯情啊你？你发什么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连觉都睡过了，还装什么纯情啊你？这世界上女人多的是，你以为我稀罕你吗？要不是你整天缠着我，我才懒得看你一眼呢。最讨厌就是扭扭捏捏的女人，不识好歹的东西。给我滚！还不滚！走！怎么会那么坏？怎么会那么坏？你去哪里呀？啊，放着档口不顾，要让人家白吃糖水呀！我肚子痛，上厕所不行啊。肚子痛，青菜嫂跟我说了，说胡家那个大流氓不知道把你拉到哪里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理那个大流氓。你把我的话当放屁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明明是给人家打，你还说没事？谁打你啦？那个大流氓啊？不是，不是。你两只眼睛泪汪汪的，你哭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说话呀！你不要问那么多了。我要不是关心你啊，我才管你去死啊！跟我你一句，就给我大喊大叫的。哎呀，唐水树啊，你女儿回来啦！哎，回不回来都一样啊，我当她死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女儿给人家打啊？给谁打啊？胡家咯，我在街上啊，看见胡家打你女儿一巴掌哦，还在大庭广众那边说你女儿跟他。青菜嫂，你给我乱讲，你试试看。我走了啊！把话说清楚。你说胡家在大庭广众说跟我女儿怎么了？他跟他。青菜嫂，你不要乱说。你住嘴！你说。青菜嫂。说啊，说啊！爸，胡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臭流氓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不要讲！胡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啊！你这个臭流氓，你这个大流氓，你这个杀人不长眼的大流氓！你想砍人就砍人，想杀人就杀人，我在这里给你杀！刀呢？拿出来啊！拿出来杀我呀！你杀我啊！你竟然践踏我女儿，她还没有嫁人的，你在江多人的面前说她跟你睡过觉，她以后怎么找婆家呀？她清白让你玷污了，你这混蛋啊！这混蛋啊！爸，这混蛋！你这混蛋！
账我会跟他算的。我们回去了哈。谁说回去的？我来这里就不要回去。今天不是他砍死我，就是我打死他。你怎么了？他的手受伤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啊！再用力一点！臭流氓，你想害死我啊？啊！你还真用力啊！他害你，你还听他的话？如果不用力的话，气血不能畅通，怎么会好啊？你可以忍一忍吗？不叫了可不可以？忍个屁啊忍！你被人家糟蹋了，你可以忍。我是你老子，我不能忍。唐水叔，是我对不起唐水妹，你要我怎么赔偿，怎么补偿？你说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啊？鸡蛋敲破了能够粘回去吗？饭吃进肚子里面能够变为米吗？就你那么一句话，就把我女儿的清白给毁了。我问你，现在谁敢娶她？你说啊！我娶唐水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娶唐水妹。你发你的千秋大梦！你毁了她清白，现在还要毁她的一生。你要娶我女儿，你等18辈子都没有等到。那你说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摆10座酒席，叫全部的街坊邻居当众向我们妇女道歉赔罪，跟他们说你喝醉酒了，乱说话，伤了我女儿。行。还要赔我女儿名义损失费500块。行。不，500块太便宜你了，1000块。好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这1000呢是首期，另外4000块分4次还，一次还1000。不要说我不近人情啊。没问题。5000块啊！大流氓，你不要答应的那么爽快，到时赖得一干净。这里1000块，另外4000块，我1分钱也不会少给你。你要是敢动他1分钱，我不会再叫你一声爸。我说到做到的。女儿啊，你这么傻，你这样不是白白让他糟蹋了？如果我们拿了他的钱，让他娶我，那我才是真正被他糟蹋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你的脏钱拿走，拿走！不要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，想打人就打人，想踩人就踩人，想践踏人就践踏人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虽然穷，但是我们穷得有骨气。我们不稀罕你摆什么酒席，也不稀罕你那几个臭钱。爸，我们走。手，我的手，哎呀！唐水妹，我欠你的。新鲜的长豆，新鲜的蔬菜，来看看好吗？新鲜的蔬菜。唐水妹，明慧姐，下班啦？今天工作辛苦吗？做工那也不辛苦的。那你还站着干嘛？坐下来，我陈王辅助薏米给你喝。我不是来喝糖水的。不是来喝糖水的，那你是来看我的喽？
来看你。我从小没有兄弟姐妹，看到别人有哥哥姐姐，我就特别羡慕。我在想，如果自己有个哥哥或姐姐，当我在被别人欺负的时候，就能找他们帮我出气。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比我年长，不过看你懂得比我多，就很自然的叫你明慧姐了。我也一直叫你唐学妹，都没问过你的真姓名。我姓白，叫兰香，多好听的名字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唐水妹，感觉我好像真的是你妹妹一样。那好吧，我就把你当妹妹了。如果你也把我当姐姐，就听我一句话。当然啦，不要再理大流氓了。你的心思我都明白，可是有些人不值得你等待，不值得你付出。你也听说了。你看，我的梦想成真啦！我被人家欺负，我姐姐来帮我出气了。外面是不是传得很难听啊？我看见了。啊？昨天我也刚好在那儿。他真的太过分了。我原本以为他本性不坏。可是昨天亲眼看到了，他真的坏透了。唐水妹，对不起。唐水妹，唐水妹，你想什么？昨天我以为大流氓着了魔了，可是我现在听你那么一说，他可能是故意那么做的。故意？你是说他侮辱你、打你是故意的？嗯。别再为他找借口了。不是的，明慧姐，我10岁不到就认识大流氓了，你相信我，我比你了解他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在想，除非他真的着了魔，要不然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做？他一定是要做给谁看。你刚刚说昨天你也在街上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，大流氓可能是要故意做给你看的。他打你、骂你，做给我看干什么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唐水妹，我知道你无法接受他这样对你，所以就想尽办法帮他找借口。或许你这样做会让你好受一些，可是你这样做只是在逃避。我知道我这样说真的很残忍，但是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。大流氓不适合你。你还有胆来跟我要钱？之前我已经警告过你的，你竟然把我的话当作是说来玩的。海叔，我要救弹指头。阿佳，我说过，弹指头是你的兄弟，也就是我们小玉堂的兄弟，我是不会弃他而不顾的。但是上法庭打官司，不是我们能插上一脚的。我会托人请最好的律师给他。我也问过律师，律师都说要打赢这场官司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是上了庭的案子，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撤下来吗？即使案子不撤，
只要主控官在法庭上出现纰漏，那弹指头就有一线生机了。你能相信那个主控官吗？搏一搏。阿佳，这白道有时候比我们黑道还要可怕。混黑道的都是你我这种没什么读过书的人。2颗拳头1条命，讲信用，重义气。白道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读过书，脑筋比我们厉害100倍，很多时候是杀人不见血的，所以宁可相信黑道，也不可相信白道。听海叔的话，不要搏。我得搏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这个孩子的脾气。阿玲，海哥，你查一下我银行还剩多少钱，提3000块出来。如果不够，把你的首饰给阿佳，凑足这个数目。是海哥。我虽然是小义堂的当家，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件事，其他管事的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你要的钱，我10人给你。谢谢海叔。他说要用5000块来贿赂我当然答应了，不然怎么来个请君入瓮啊？他约了我今天交钱，我现在就要出去见他了。你们必须在他给我汇金时采取行动，在这之前，叫你的人按兵不动，避免打草惊蛇。要不是换了主控官，弹指头早就没事了。突然间出现一个叫什么 Steven 冲的家伙，乱了我的计划。你连他也要收买？当然啦，我已经找到中间人帮我拉线了。张燕，他要诱捕胡家。哎，明慧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妈听说你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忙，所以炖了鸡汤，还有做你最喜欢吃的蒜盘子，说非得拿给你不可。没打扰你吧？不会不会，我那天才跟压枝婶婶说，好久没吃到她做的蒜盘子了。你看，今天就心想事成了。可惜我还有事得出去一趟，必须等我回来再吃了。好的。你迟了，我也要看看你有没有布下天罗地网。那你都看清楚了吗？东西带来了吗？在这里。我想知道你怎么保证物有所值？难道你要我开张保证书给你？你只能选择相信我。如果有所怀疑，那请带这东西离开吧。你这渣子，束手就擒吧！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再下，洗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不怕坚守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。刻下。谁在灯下温习
系牵挂，转身又在哪？想念心里敲打，春雨落下，淋湿了头